苹果上个月刚刚发布的这个定位小玩意 AirTag 是我们一直期待而且特别好奇的一个小科技。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新的科技，别的品牌别的商家已经出了类似这样的产品，只是苹果作为苹果把这个东西做的非常的苹果，一个只能在 iPhone 11或者更新的手机，而且必须拥有 iOS 14.5 的手机上才能使用的一个小玩意，229一个，4个是779，你们值不值？弹幕留一波好吗？那今天呢就趁着5·1，咱们到三里屯最热闹的地方来去测试一下到底它好不好用。那不过在这之前，据说它是 IP67，也就是说在1米以内的水下它可以持续使用30分钟。我们这个得测试一下。我们先到三里屯，回来后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表现怎么样。OK，Let's go。丸子呢却不知道，他以为我是让他出来喝咖啡。美丽的我又来了啊！美丽的我又来了。我前几天买了一个 AirTag， 然后今天呢，你的任务就是去看你能不能寻找到这个 AirTag。OK， cool， 好吧？可以啊。如果你成功，可以请你吃饭，AirTag 就送给你了。可以，我就喜欢这种东西。那我们的位置现在在这里。最后定点的地方是4分钟前，在三里屯。反正我们先往那个方向走，然后我们一边走一边喝。OK。它这个显示是在哪里啊？三里屯西街。这边人特别多，可是每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 iPhone 或者是苹果设备，它都会传输一个蓝牙的信号，然后最后的定位的位置，它会通过 iCloud 然后传输到我的手机里面。好，现在就在我们旁边是吗？这边吗？就在这边。乐乐茶在这里是吧？斜对面，它底下有个定位写的在哪里？在支街三里屯馆和三联书之间。我估计还是有点远，你至少要在40-50米之间，已经在这个蓝色范围内了。对，那就是这条路吗？那这不就是对吧？查找看有没有信号，正在寻找。请尝试在面向不同位置走动。丸子已经走了将近5分钟了，在这个路口转来转去。在那吗？已经重合位置了是吗？我都已经重合在原点了。啊，那你查找呢？正在搜索信号。你说在大街上3 hours later， 所以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，那我们就可能要进店里去搜索一下了，正在寻找信号。眼睛信号太弱，请尝试。说明已经在这附近了，有显示吗？没有信号了。又没有信号了。对。那说明你离远了。 tomorrow， 一个图书馆就这么大，有没有信号？我看正在寻找，找到了，越来越近，出现了，赶快跟着去找。前方2米，接近了，不会在卫生间吧？1米。有震动是吗？说明它在上面。是在上面啊，上面我也拿不到啊，哥。不会上楼吗？给我看。1米1左。在哪儿呢？找得到吗？我看到了。来，丸子采访一下。不想录了。怎么了？有钱吗？太累了，好晕啊！这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丸子的方向感确实不是怎么样，还是最终找到了。这里要感谢咱们的 AirTag， 那好不好用，咱们从测试里也看到了，有几个缺点，也有几个优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它简单的定位是完全可以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的。当然了，它有它的短板，咱们这个只能识别一个距离，而不能识别一个立体的高度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用手机来去上下浮动来去衡量咱们离 AirTag 的一个距离。不过，如果你在商场里面丢失了你的产品，如果你的楼层可能比较偏低，其实你的 AirTag 可以在楼上，咱们也可以识别到了，所以这里呢你自己要衡量一下。那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AirTag， 记住它不是一个实时跟踪器，它不会实时显示它所谓的位置，它是通过蓝牙的一个发射信号来去传输给周边的 iOS 设备，通过设备自己的发射信号传输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再传输到我的绑定的 Apple ID 的手机上面，只有我绑定的
Apple ID 用户才能看到我们 AirTag 的具体位置，连苹果自己都没有这些信息。它的更新时间呢也是有所不同的。我发现有的时候是3分钟，有的时候5分钟，最长我也15分钟会更新过。这个完全是根据你的附近的环境，它有没有移动，包括旁边流动的一些 iOS 设备，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连接信号。在我实时测试中，至少在我们图书馆里面，我发觉只有在10米内的范围内，它才会显示一个比较准确的导向范围。在那之外的话，虽然我们信号可以连接，差不多是20到30米，手机离得越近，咱们的震动也越强烈。当然你也可以点开，然后用声音来去识别具体的位置。这里强调一下，声音的发射呢是一定要在 iPhone 跟这个 AirTag 的连接的范围内才能启动的 OK。 所以有的朋友说 OK， 那我能不能实时的用它来去定位我的宠物或者我的另一半？简单告诉你，可以也不可以。如果你把 AirTag 放在一个移动的物体中 OK， 它一直在走动，更新速度首先它是只有延迟的，可是你可以大概知道它走的路程或者是最终停留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不推荐你去这么做。当然了，苹果也不傻，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防护。比如说我有个陌生的 AirTag 跟着我，当我回家或者到了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场所以后，我的手机会有个提示说现在有一个 AirTag 一直在跟踪你。 OK， 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怕？可是至少我知道有人在跟踪我，或者有个 AirTag 在跟踪我，听起来有点慌。可是别担心，苹果这一点也考虑了。如果在人多的情况下，或者在多余的 iOS 的环境下，它不会有这种提示，直到你固定了，然后回到家里，或者是你最常去的一些 iOS 的位置的地方，它才会有这种显示。而且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所以你不是说我到家它就会有这种显示。所以呢，是在一个安全，然后你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才会有这样的提示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安全的去寻找这个 AirTag。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找到这个 AirTag， 它会响起声音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去寻找它。那朋友就问了，完蛋了，那我东西被小偷偷了怎么办？确实，如果你的东西确实被小偷偷了，然后有个 AirTag 跟着走，你是不能实时跟踪它的。而且你要知道 AirTag 的电池是很容易拿掉的，它现在用的是2032的电池，所以电池呢一拿掉，咱们的信号就没有了。AirTag 好处是它有带自己的一个 ID， 这个 ID 是绑定在你的苹果 ID 上面的，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匹配它，只有你自己才可以，所以小偷拿它也没有用。所以 AirTag 如果你想用来去防止小偷，不要想，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帮助你去寻找你长期会丢的一些物品，钥匙啊、背包啊、你的另一半。如果我有 AirTag， 我也不会放在外面，我可能会放在包包的里面，塞在那里，至少我还有一定的机会知道它最后落地的位置，或者是在被拆卸之前的一个大概的位置。AirTag 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有一个丢失模式，打开以后呢，朋友们只要有 NFC 的设备，所以安卓或者是苹果都可以扫描它，然后它会告诉你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当然了，如果你钱多，你可以买2个，一个挂在外面，然后让好心扫到以后，把这个还给你，另外一个藏在包里面，这样的话你2个都有，以防万一嘛。一个 ID 可以最多匹配16个 AirTag， 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你超过16个要放在哪里干什么用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现到底怎么样。现在已经在水里差不多27分钟了。乔治的相机，要真的是我相机就完蛋了。我们来寻找一下，确实在我旁边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放一些声音。找到了，找到以后它会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，所以确实有一定的防水作用。简单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苹果的产品，从设计来说简约好看，非常苹果。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带一个钥匙口呢？别的品牌别的产品都是带的，你可以直接挂在钥匙上，这个呢它必须让你强制你去购买一些配件，那又是一些额外的价格，所以也非常苹果。好处就是里面有一些功能别的品牌是不能复制的，毕竟苹果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生态，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优势。那229到底值不值得，你们自己可以去考虑一下啊。我希望在未来的苹果发布东西，苹果可以把这个科技引入到它的别的设备里面，比如说苹果的遥控器。我知道大家经常会丢遥控器，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设计放进去，也是非常苹果的一个做法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个科技和定位已经开发给第三方了，所以呢，我相信更多的产品会进入到这个整个生态，也是一个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吧。最终就看到底收多少钱了。那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？如果你经常丢东西，如果你停车不知道停在哪个车位，我觉得像这种 AirTag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小解决方案。在一个小的范围内，在你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，或者是在一个10到20米的范围内呢，它确实是非常管用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。当然如果你没有安全感，买它也没有用，好吗？那我是乔治，这期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点个赞，这是对我的最大的动力，好吗？未来再分享更多的数码干货。我是乔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 Peace。 乔治出发，帮助大家，感谢观看本期节目，记得关注一键3连哦。我靠，是不是找半天啊？
找到了呀，我一下就找到了。